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解中。主持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美国攻打委内瑞拉之后呢，下一个目标已经出来了吗？我们来看到啊，美国总统川普呢跟哥伦比亚总统裴卓通了电话，这个电话呢，据哥伦比亚的外交部证实，通话持续了大约15分钟。好，因为之前呢，川普是特别点名哥伦比亚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之前马杜罗也不是跟美国都没有联系啊，他是在跟川普通话之后就马上被抓了。好，现在呢，委国内啊也是一片混乱，而这个委国的代理总统呢，也马上召开了工作会议，强调要去营救马杜罗以及第一夫人，还说呢要保障全国和平，并且呢，在当前挑战面前呢，要维持政治治理的能力。说啊，现在啊要实现团结一致，根据既定经济计划去保障国内的生产。好，现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呢是非常的险峻的，而对于美国去攻打委内瑞拉呢，新加坡的总理国务资政李显龙呢，他也说了，他说呢，这个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长期后果啊，会让小国感到非常的担忧。好，新加坡呢，对于美国军事干政委内瑞拉的行动是深度关切。这对于国际体系带来的长期后果是会让小国担忧的。他指出呢，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行为呢，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而北京呢也是说出了重话，说他们要与拉美国家呢去共同反对强权政治。好，中国大陆的外交发言人就说了，说划分势力范围，制造地缘对抗，不会使一个国家更加安全，更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并且强调呢，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才是可以持续的安全。而现在呢，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是外交部长希尔在7日的时候，他发文呢，感谢中国政府捍卫国际法，维护委内瑞拉人民对其领土和自然资源的完全主权。好，因为说到自然资源啊，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油轮啊，他们的石油全部通通都被美国给封锁了。我们来看到呢，川普他说呢，委内瑞拉啊，以后呢只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他说，委内瑞拉将使用与华府新达成的石油协议所得款项，全面去采购仅限美国制造的产品。还说呢，这将会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而美国的能源部长更说了啊，美国会无限期的出售遭到封锁的委内瑞拉石油。估计呢，委内瑞拉石油的产量啊，在短期至中期内呢，可能增加数十万桶一天，而中期呢，可以将日产量提高70万桶。而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公司呢，也说他们正在与美国洽谈原油的销售事宜。而就是美国已经封锁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嘛，所以呢，美军呢也是强势的扣押了委内瑞拉的2个油轮。好，接连呢是在北大西洋还有加勒比海呢扣押了与委内瑞拉相关的受制裁油轮一共2艘。而这个战争部长，也就是国防部长的赫格塞斯也说了，说华府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封锁是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有效的。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在封锁的时候呢，俄罗斯的潜舰呢似乎也是现身护航了。那么俄媒呢，也在社群媒体去张贴影像啊，显示美方部队似乎正是试图的要从直升机登上马里内拉号。那么一架直升机呢，就在该船的附近盘旋。那么美方就称了说呢，遭扣油轮的船员或者赴美受审。那么俄方呢就强烈的谴责，要求要保障公民权。好，俄罗斯7日的时候谴责美国扣押悬挂俄国旗的水手号油轮，并要求美方确保俄籍船员受到人道对待，并且保障其返家的权利。明明就是挂的俄国国旗，为什么会去美国会去进行攻击，或者是去试图接近呢？有可能是担心说你是不是只挂别国的国旗，其实你就是委内瑞拉的油轮啦。
但是这起事件啊，川普似乎已经开始把这个手直接的伸向拉美国家了，尤其是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哥伦比亚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目前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判断啊，比如说委内瑞拉的油如果不能够自由出售，那委内瑞拉的经济怎么办？他所谓的保障国内生产，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原油生产啊。那原油生产美国都没收，那这样委内瑞拉就没有那个原油的销售收入啊，那他的经济怎么办？委内瑞拉有60%的老百姓在生死边缘呢，生活都有困难呢，那美国也要负责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吹大牛了。我看你怎么执行。比如说川普昨天讲啊，说委内瑞拉要还我3000万到3500万桶石油当做补偿。委内瑞拉现在一天的产量最高只有80万桶，他还要自己用80万桶不是都可以给你我国内也要用啊。然后也有别的国家嗷嗷待哺啊，比如说古巴，古巴的原油很多都是委内瑞拉运的，你不准卖吗？那古巴怎么办？所以我说这些人就是讲话都是信口开河啦。请问你怎么执行？我算了，假设委内瑞拉一天可以被迫留存30万桶啊，要还到3000万桶，也要100天呢。你要这样干吗？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执行啊，就在那边瞎吹牛啊！那我再讲白了啦，你没有派官员进来委内瑞拉接管，你这个是抓了马杜罗，你就以为接管了。我跟你讲，美国真正接管的是伊拉克，伊拉克他派军队去接管了，所以控制了所有的石油的输出嘛。美国结果被迫接管了20年，因为一直内乱。那美国总共花了多少钱？2兆美元。那没有接管的呢？那个利比亚就是没有接管，利比亚到现在还在内战。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天方夜谭呐。我跟你讲如果他真的不让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所得归委内瑞拉政府，那我跟你讲，这个国家的动乱很快就开始了。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国家财政也没有钱了。这个国家的面积是91万平方公里，台湾的25倍啊。乌克兰才60万平方公里台湾的17倍啊，它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美国没有派兵占领，然后就边隔海遥控就可以指挥啊？开玩笑嘛！我觉得他很快就会知道他的痛苦了啦。那被任命要接管委内瑞拉的总督叫做卢比欧，半年之后你就看出他的痛苦程度，根本无法治理了。你没有驻军，你怎么治理啊？目前委内瑞拉还有20万军队，然后他的国家的石油工业跟军方是高度绑定的。如果石油不能卖，那军方要赚什么钱呢？军方的零用钱哪边来？我觉得他根本都没有想过怎么治理了。我跟你讲，这个必然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始了。所以中国大陆不用担心了，很快美国就要倒大霉了啦，大家就等着看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用中国人的成语讲是鸿福将至啊，或是大难临头这是在一念之间新加坡李显龙讲那个话，各位不要小看，是有他的道理。马六甲的海峡旁边就是美军的驻军，对，一脚踩过去就是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在立场上，在这个马六甲困境最重要的地点上，他的选择假如不符合美国的意义呢？而新加坡的选择假如不能符合中国的意义呢？就在那个时候，谁的脚会踩进来？从马杜罗的下场
从南美洲的下场，难怪李显龙会讲那个话，因为他一定有心有戚戚焉。其他人或许感受不强，但新加坡的感受很强，因为怀璧有罪。今天之所以管理这个委内瑞拉会有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有石油嘛。假如现在都是一穷二白，有没有？就好像古巴也不是搞了几十年了吗？在美国发现拿了古巴不太有用啊，除了拿雪茄还有糖以外，好像没啥用处，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能源的国家，它有战略位置没有能源国家，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今天所展现的告诉了我们一句话糙理不糙的话：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力量？这一句话，大炮射程范围以内才有真理可言。这句话听得很粗糙吧？啊，有没有道理？今天美国凭什么？就凭我力量大嘛。第二个，凭什么？凭我优越的地理位置，因为我的上下没有强国。然后这边的印度也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今天中俄在急在叫，有用吗？很抱歉了，鞭长莫及呀。那同时，在最近这1年多来，全世界看傻眼的一件事是什么？希望所谓的道德、真理、价值，通通是狗屁不通嘛？为什么一个以巴战争告诉我们什么叫道德，什么叫人道，什么叫人权，什么叫价值？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强权。今天把人家的总统就这样硬抓走了，你看整个的欧洲社会讲什么屁话啊？这些不是一天到晚讲人品、道德、价值吗？现在什么都不见了，那 G7 到哪里去了？我看是7G 了啊！然后再来看看所有的所谓的白种人为主体的西方社会，主宰人类200-300年来，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要怎么走才是最对的，我们必须遵循他的灯塔。今天这些灯塔放出来的是光芒或者是黑烟呢？我们今天再来看，我们才能讲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万夫手指无病而死啊，这就表示舆论的重要。今天是全世界万夫手指，然后呢还活得很好，无可奈何，无可很好。我看做送哎，而且告诉你，那个石油欠我3000万桶，以后的东西这个卖出去的只能买我美国货。以前好像还没有听过这么嚣张的话。对啊2次大战以前我还没有出生，我不知道。而且美国的用品又贵。不是2次大战没有出生，我不知道了。那个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我不知道了。这2次大战以后，我们长大到今天，好像没有听过这些话。可是今天这些话就讲给你听，啊，不，你是要安怎？整个的世界正在处在一个他在吓那个副总统啊，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嘛，就是你这种话那个。然后个乌道的更加乌，罗麻更加罗麻。对，讲这个话也可以用变变呢，因为伤过粗啊啦。就黑道老大的说话方式，这不是比黑道老大还更下流的黑道的讲法，还跟你谈判嘞，还跟你利益交换嘞。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我们来讲，现在中南美洲，我们再看看，是因此被恐吓而臣服的呢？或是因此大家人人心生找自谋出路，然后世界的连结呢？这一来的结果，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问号，问号，再问号。好，我们来请教聂建中老师。好，我听了前面2位的讲法，如果这个这么的客观，这么的真实，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认定说美国这样做是对的，我真的就很震惊了。不过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震惊的跨国元首的一个绑架案啊。这个绑架案，我觉得真的是师出无名，但是他对他自己来讲，他是有名的哦。他每次都有他的道理，这次非常清楚，他讲说他有毒品啊走私，有这个武器的走私。可是请问一下，这个口头由美国总统讲的就算吗？或美国这样认定就算吗？我觉得好歹你也要像2003年的2月5号，这个4星上将那个 Powell 当个国务卿的时候，拿了一个假的那个洗衣粉，然后告诉人家说
我找到了毁灭性化学武器，做个假也好，这也没有做任何动作，就用几句话就要把人家抓了。最少你做个假的东西，事后再发现说你骗人，然后去打伊拉克那个2003到2011年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呐。不管怎么说，这种师出有名都是美国自己做的名。所以我以前讲什么叫情报局？情报局最厉害的不是收集情报，是做假情报。这些东西假情报，他们是这个讲不好听，他们就给了总统一个很棒的利器，说你这样讲就对了，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世界上要做的3权3霸。哪3霸？第一，他霸气十足嘛，他怎么做都可以。第二个呢，他就是霸道的行径。那当然，最后就是霸凌了其他的我们叫小国。实际上，委内瑞拉也不是小国，地理位置也不差。实际上，它经济不该那么差的，它是被制裁太久。它为什么被制裁太久呢？它这么有钱，它跟沙特阿拉伯一样，是很有石油，而且是全世界第一有石油的国家，产了我想它的储量有3亿桶3000亿桶3000亿哦。我跟你讲全 OPEC 国家 ，OPEC 这个 country 总有12国，它有5个在中东，6个在非洲，有一个就是它南美，全部最多的产油的就是委内瑞拉，你知道吗？它最多却怎么样呢？却不富有，为什么？就被美国经济制裁。类似这样的国家，伊朗也是委内瑞拉这些都一样。我觉得这些国家真的很可怜。讲不好听，就是你为什么要有钱？为什么要有石油呢？我说不好听，它不是绑架原油，它是绑架石油的控制权。以及绑架石油的定价权讲不好听一点，还有一个，它这样可以达到它3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它可以怎么样？让它自己的经济回收，因为讲不好听点，美国自己呢也有产油，它的页岩油也不差，但它在全球是第11大。那么其他国家，它大概该制裁都制裁，像伊朗的第4大的产油国，那第5的伊拉克，大概它也打过了。里面的这个利比亚、叙利亚，它当然没有一个喜欢的，它每一个呢，只要你有油，它大概就想要用理由去霸占你。好了，我现在讲它第一个达到它经济呢可以回流一些除了这个全球当提款机之外，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因为很多的比较主要的国家，像我们的对岸有所谓去美元化的整个的过程，你知道这个能源是石油绑架美元是一个，除了在这个 Bretton Woods System 就 Bretton Woods 森林系统瓦解在1973年的2月23瓦解之后，他用1977年去跟石油绑桩之后，用石油来定定了美元为唯一清算工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元霸权。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只要不用美元，它就失去了霸权的地位。请问它38兆怎么还？怎么再印钞票让人家去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也预估了，你印再多，在霸权45兆你就垮了啦。但现在30几兆，它必须在其他地方来救它自己。这第二个。第3个讲不好听点，其实委内瑞拉跟这个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其实，在前一阵他锁这个油，就是不让它进中国。其实最放在心里就是中国。其实真的要打起来，中国其实应该非常气愤要打，可是中国在忍，中国不能打，因为他忍下去才更有未来，忍的人才有未来。我觉得美国他自以为他赢了，其实他将来更可怕。所以我最后只能讲一个东西，就是非常清楚。中国做了一带一路，给大家的幸福，也给大家机会。可是美国我看到处都给人家军事的子弹，那甚至给人家恐吓，那有恐怖的这种心情。这是一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啦。对，我觉得全球大概也就看得很清楚嘛，就像大家看的一样，这个道德的水准，这个一判就知。好，而接下来呢，除了这哥伦比亚之外呢，下一步就是格陵兰了吗？我们来看到川普呢有可能会在7月的时候来并吞格陵兰吗？这个是美国媒体政客在1月5日的社论中的预测。好，他说最迟呢不晚于中期选举开始时。而现在卢比奥下周呢也要去会晤丹麦官员讨论格陵兰了。那么白宫也称川普正在积极的研究去购买格陵兰群岛。不过呢，这个有没有可能除了购买之外，会不会用军队去占领格陵兰岛呢？卢比欧是拒绝回答的。但是纽时就说了，说川普依格陵兰防卫协定是可以全权决定军事部署格陵兰的。好，美国真的是很霸权吗？我们来看到不只是他要的地方，他就是去拿。现在呢，你们不听我的话，那我就退出国际组织。现在川普呢是停止对66个国际组织、机构以及委员会的参与资助，其中就包含了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机制。那么现在联合国官员就说了，说呢，美国都只想要大家去配合他们。当下美国的多边主义政策已经彻底固化了。
要么就是听我的，要么就是我走人。美国希望国际合作必须要按照自身的条件来展开，而现在啊，川普想要什么地方就要去军事拿下吗？所以他也要来调整他的国防预算了。但是这个钱怎么来呢？川普说呢，他要用去年的关税收入，也就是2025年的关税收入来指引。你真的是什么钱都要用关税来付但是有这么多钱吗？你看呢，2027年的国防预算呢，幅度是超过了50%来到1.5兆关税够吗？于是呢，就被问到了说你们这一次打委内瑞拉的行动耗多少钱呐？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很激动突然间就起了激烈的争论，来听一下。Yeah, no,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question from CNN. Now you're asking the question of cost. It's a disingenuous question to begin with. You're trying to find any angle possible to undermine the success of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 military mission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that Senate just was briefed on and the House was briefed on, a classified level, is something on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要花多少钱，我们都不能问吗？好像跟我们的这个政府一样都不能问的就是买就对了。好，另外呢，说到了什么东西都要用关税来付，但是它的关税可能要去收回去，因为呢，本周五最快呢，美国最高法院就要来判决它的关税到底合不合法了。那么市场预测这个判决不利川普的几率呢，分别呢是达到了70%还有77%，也就是说呢，很可能他要吐回4.2兆的关税收入了。另外，美国国内自己呢也是面临了动乱，像是呢这个在明尼苏达州因为有一名37岁的女子呢，周三的时候是遭到了 ICE 的干员击毙，结果就引发了数百名的民众来示威抗议。那么现在呢，州长呢也驳斥川普政府的自卫之说，因为川普说他看了这个事件的画面呢，指控呢这个女子的行为不当，是恶意冲撞，但是呢这个州长呢就驳斥了川普的说法。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坚称说这个干员开枪是出于自卫，但是呢，州长下令该州的国民兵待命，可能出动部署。现在当地的紧张情势是相当的升高的。那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也派了2000人至明尼苏达州来执法，这个呢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行动。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刚刚说到了美元呢，是不是要来跟世界脱钩了呢？现在呢，黄金呢破纪录的狂飙，那么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就说呢，黄金破纪录的涨势呢，对投资人而言是一个警讯呢，这就反映了法定货币的价值正在贬值，指的是不是就是美元呢？而现在金价创高的背景之下呢，中国的人行呢是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的。好，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黄金储备规模呢为7415万盎司，好，按月增加了3万盎司，官方正在储备增值基金中。好，我们另外来回到这个格陵兰的并吞，川普真的有可能在期中选举前去对格陵兰动手吗？我们来请教亮哥。他如果动手，那请问要对谁动手啊？是把格陵兰人口只有58000人，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就在那里。所以他实际上，他所谓的动手就是不准丹麦政府上来。那丹麦一定到北约提案。他说他誓死反对那丹麦是北约的成员国对。那坦白讲，就等于北约瓦解了。对美国也是北约北约打北约。他基本上有不同的模式啦。还有一种模式是先鼓励格陵兰人搞独立运动。这个比较容易因为他只有5.8万嘛，你一个人给10万美金才58亿，对不对？钱也不多那就鼓励他们独立。那独立之后再跟美国签联邦或者是邦联或者是合并条约，这样子会比较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高一点就是美国大概也不好跟欧洲人撕破脸，所以就先让格陵兰去公投了。那这个丹麦也没有理由阻止。那其实格陵兰在历史上，美国已经试图并吞好几次了那以前因为还是有那个气候暖化的问题啦，所以不好用嘛。那时候也没发现那么多资源，所以基本上都是开价购买
以前他开过价，1亿美元卖我了，好不好啊？1946年的时候，丹麦反对不卖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可能性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气候暖化，北极航线、稀土资源，那还有俄罗斯跟中国都要经营北极圈，所以它有比较大的安全的利益要来处理这个议题了。那得逞的几率还是很高就是让他们先搞独立了，然后再来跟美国签约这个也没有办法啦，因为他连加拿大都想并吞呢，格陵兰算什么，对不对？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对巴拿马运河啦，然后加拿大啦、格陵兰啦这些地方，美国一定是想要强势控制的啦，那加拿大大概就算了啦，可是不要忘了，今年那个南美洲有好几个地方要举行总统大选，美国一定会强力介入，比如说古巴，不，说错了，巴西，巴西今年要总统大选，那川普肯定反对鲁拉所以这个左翼的鲁拉最近都不讲话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秘鲁，秘鲁今年也要大选，那不要忘了，中国大陆在秘鲁有前开港所以今年中美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南美洲是会遭遇重大的挑战可是我觉得美国也不敢来硬的啦，你来硬了，中国大豆就立刻不买了，因为中国还有别的筹码啦你如果来硬的，把什么前开港给没收了，我大豆就不买了，一年2500万吨，我看你怎么办稀土就不出口了还有一大堆抗生素原料不卖了所以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有它自身的贸易筹码，所以美国不能乱搞啦，可是那个压力一定会很大，就是跟中国大陆要对决在南美洲啦，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李顺峰委员。是，川普已经从董王变霸王然后从川建国变川驻国了，那现在川驻中了。这个中国能够在这几年有快速的地位的转变，川普功不可没。很简单，在国际社会里面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年在38年、39年从大陆撤退的时候，之前国共战争就一句很有名的话：老蒋不要，老毛要，就是老蒋不要的部队我老毛要。今天一样，老美不要老中要。所有的国际组织只要老美你退退。那大家一定还要找一个大咖进来嘛，或者扶一个大咖，谁就自然进来了。那个叫做中国，这个不是川驻中嘛？所以呢，他真的是跟你不错川驻中嘛，对吧？这个真是这想都想不到，天上掉下来的好东西舞台都给你了。对，他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下我想讲这个格陵兰的故事，是不用讲国际政治，我讲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故事，就一帮黑帮他们写了投名状，说杀兄弟者杀我全部为。所以北约嘛，你只要对一国攻击，就视同对北约全体的攻击，就跟中国这个古代大家的投名状一样，杀我兄弟者必诛之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格陵兰是属于丹麦，丹麦是属于北约，那么美国说硬要这一个北约，不硬要这个的。那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所以我现在形容给你听，就好像丹麦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那呢，川普就要去抢了，他有几条路程，包括你讲的，用骗的，用拐的，用抢的，不管怎么样子，就是这个太太要怎么样子，要过来，一定要得手了，要得手。那请问这一张投名状还有效吗？这个就是今天我真想说，整个的社会在南美洲这一个把委内瑞拉总统给抓走造成的变数让南美洲这些国家里面心里造成一个什么的想法，已经丢下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改变的催化剂了。同样的道理，格陵兰不管美国是用抢的，是用偷的，是用骗的，就是说你是搞独立啦，你是搞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北约的投名状这一个里面呢一个小弟，他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就这样子，
在大家的眼前，那公开的就抢走了。请问这张投名状还有效吗？请各位想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看，整个的世界会因为川普而在2026所造成的世界上的变化，平常心讲，已经不是我们用简单的推论可以推出来的，搞不好请 AI 来帮我们设计一下推论的大模型。所以我们说今年是G0元年，都有可能G0啊，因为没有人要当世界警察了。不是，天下一定到了，所以我再想一想，我那一想只有一个方法，把所有的变数丢给超级 AI 有没有？来推算一下这个到底会产生，因为我们有限的思维跟我们过去所读的国际政治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已经没办法去解答到底下一步会是怎么了。就是川普的多变真的是让人太难掌握了。我们请教聂老师。因为多变让生活精彩，生命也很精彩。这个才1年，快到1年了嘛，1、2少就死。这1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真的是一日如三秋啊！因为川普真的太厉害，他让整个世界的波动不断。所以呢，我们觉得都过了很久很久的样子。我先讲一下，现在我们谈的都是一些可能他想要拿下的一些地方或国家哈。你这样想想看啊，格陵兰这个地方啊，这么偏远，再靠近北极这么的冷，你知道吗？零下你怎么活啊？而且刚刚也有讲到，它只有5万7、8千人，这么少的地方，它地却是台湾的60倍大哦，它有200多万方公里哦，216万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也就是说它40公里只有一个人，40平方公里只有一个人，你知道吗？台北市啊，讲中心也就是40平方公里，这个整个台北市只有一个人这样的地方，它为什么要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有稀土。因为我当时一开始就发现到，全世界不管怎么说哈，有1.2亿吨的这个储量，在美国有180万而已。他一开始就发现几个有稀土的地方，包括乌克兰有些，他就用了很多的军事交换。还有他一开始就谈到格陵兰也有150万吨，跟他的当量差不多。他很早就想要，当然一开始丹麦就一直反对，他就慢慢的来，因为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比如委内瑞拉事情刚解决，刚讲的他用抢的。他当然是用讲不好听点，他用情报加上军事这样的力量，真的抢到了，就是一个我刚刚讲跨国的一个斩首也好，或元首也好的绑架案。这个绑架案最后是绑架石油的控制权和定价权。现在呢，我觉得他要跟格陵兰倒不会是用军事，他就要是用谈判。这谈判中是带着威胁的谈判，所以你会发觉他这一招也很厉害，他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基本上格陵兰不需要用这个军事啦，你想想看，委内瑞拉是有军事实力的，他必须这样做，而且他做了很棒的情报的巧妙的运作，能够不伤一兵一卒，这个真是太厉害。从这个是可以拍电影，美国将来一定会把这个所谓的委内瑞拉这个一定会拍成电影，而且是美国是标准是大英雄，你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一个毒枭，就是这个坏国，你知道？可是我们这个真的深入其境，你觉得委内瑞拉真的是这些真的是坏吗？这个讲不好谁坏谁好，用道德基础大家去衡量看字就知道。我现在还是一句话，就是说，现在讲了3个国家，今天谈到第一个呢，就是委内瑞拉不谈了；第二个呢，格陵兰大家也知道，我觉得他最后还是会想拿到，因为讲不好听，丹麦最后也会上谈判桌，最后也somehow也会在川普只要他现在霸权还是十足，他就有办法，还是一样，我刚刚讲他的霸道的行径就会继续做，那他霸凌到这些国家也就会被臣服，你知道吗？就会臣服到。我们最后讲一个哥伦比亚，那我们讲刚才南美的委内瑞拉受到了这个元首的绑架，那请问这个我们讲哥伦比亚这个总统，你觉得他能够不怕吗？这一定有这个财安效应嘛？你自己想想看哈，他最近呢一开始就反了他的一些讲话的方式，就开始要跟美国谈了。我爬问了一下，了解一下，哥伦比亚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50年友好的不得了。可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在去年的年初，1年前。因为他的总统这个佩德罗这个上来之后，他做了很多的动作。因为川普呢要反移民嘛，不是吗？他就用了2架军机就送回了这个在2005年1月，2架军机各带了80个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移民人。结果他竟然拒收，川普就已经很不爽了。结果到9月的时候呢，那么他还竟然说我不买你，因为就已经开始这个有点面相觑了。就9月说我不买你武器了，在9月10号宣布不买武器的时候，川普又来了。开始又压头啊，说你是一个毒品贩子，已经有毒品头子开始了，你又师出有名了。你一旦被压上了毒品头子，那你完蛋了。他开始停止补助了，驻美大使收回来了。我跟你讲，
他下一步动作要来。你说哥伦比亚总统会不会怕？所以他会谈。所以丹麦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另外一个强权出来，我觉得美国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所以他将来你会发现，这些小国会靠近另外一个强权，然后对美国只要稍微失利，他大概就被打趴了。好，我们看完美国，接下来来看中国。中国现在呢跟日本的关系还是相当的紧张。那么现在呢，日本就来抗议了，说呢在东海呢这个中日中接线的中方一侧海域呢，发现中国的移动式钻井船呢是展开了活动。那么他们呢已经来提出抗议，说这是一个极具令人遗憾的。好，尽管日本一再抗议呢，中国还是在该海域进行单边的开发活动，试图将这些活动变成一个既定事实。好，中国对日本的动作呢，不仅仅是这样子，甚至呢，在前几天呢，它也祭出了稀土出口的管制，而现在呢，是在对这个晶片的关键材料来祭出反倾销调查。好，大陆的商务部呢，在宣布将对从日本进口的2路矽烷启动反倾销调查。那么，这就是一个晶片薄膜沉积制成中的一个核心的前驱材料。这次的焦点是直指日企、信越化学，还有法商、液化、日本子公司，还有三菱化学3大厂。那么现在中方就说了，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公开干涉了中国内政，中方是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法，敦促日方赶快去正视问题的根源，反思纠错。那么现在就有这个野村投信的这个经济学家表示了，说呢，中国大陆呢亮出稀土牌，管制3个月日本经济的损失呢是估计来到新台币1326亿元内，会非常的高的。而彭博也分析了，说呢，现在中国稀土出手施压日本呢，其实是要试探川普挺盟友的一个底线，说这些举措是习近平对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施压才刚开始。限制稀土呢，也直接挑战了川普，因为川普曾自夸与习近平会晤时解决了稀土问题，当时北京承诺会继续供应制造战机到飞弹等产品所需要的关键金属。而美国智库也预警了，说2026年中国稀土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导致美国的晶片产业有断链的危机。多家的美国战略咨询机构呢是接连发布了报告，说呢这个稀土的材料出口管制呢正演变为一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尤其是美国半导体行业构成的一个隐形断供。那么若当前的趋势持续到2026年以及以后的话，那么美国的晶片制造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产停滞、成本飙升，以及乃至于局部产能瘫痪的一个风险。就是现在与大陆的关系闹僵了，所以日本也想要自立自强，想要跟中国大陆来进行脱钩了。但是呢，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该认清日本政府的不轨图谋，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借尸还魂。但是日本想要脱钩的话呢，是怎么样呢？他想要呢，在这个无人机90%都是中国进口的情况下，要砸139亿去拼自己来国产化。他们的目标呢，是在2023年建立年产8万台的一个生产体制。那么想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呢，也有30%的日企呢是考虑减少前往中国的行程。好，中日闹僵了，那么韩国呢就趁势跟中国来拉近关系了吗？我们来看到李在明呢就说，日韩关系是同等重要的，盼中日紧张能够解决，但是韩国政府将本着互相尊重，以各自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原则处理中韩关系，避免任何关系呢向任何一方倾斜或者是受情绪影响。那么大家就很关注啦，那么限韩令是不是代表有解了呢？习近平是用古文27字来回应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了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故化冰3尺也非一日之功，瓜到熟时地自落，暗示相关的问题需要时间逐步化解，但这个时间到了吗？李在明就指出了，习近平的说法意味着中方未来将为解决相关问题来付出努力。好，我们来看到中国3连发的报复这个日本，要掐住他的命脉，有用吗？我们请教亮哥。因为日本传出高市早苗有意在4月解散众议院，高市早苗认为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席次因为他的民调是在70%
那自民党搞不好会增加10到15席啊。那当然中国大陆不可能让你得逞啊，所以现在叫做什么？叫蟒蛇战略啦，越勒越紧啊。大概就是这样了，那就全方位都有嘛，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啊。那这种东西啊，比如说军民两用的材料不卖日本的军工企业啊，搞不好美国很高兴啊，所以你日本就做不出来，所以来买我的。那美国不是占便宜吗？好，晶片关键材料要咱反倾销调查，那未来可能会课关税。这个美国看了也很好啊，所以就来买美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美国的经济跟日本一定站在同一边啊，不一定啊，因为这个涉及的是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美国也可以进来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刻意啦，在对日本慢慢越旋越紧啊，让日本普通的老百姓感受到压力了。那你现在高市，我跟你讲，这个时间如果一拉长哦，比如说拉长到过完农历年2月之后，然后你高市长嘛再去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多重要多重要，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烦呢。那台湾军事演习的时候，你也没来帮忙啊，对不对？那日本人被这个坑是要干什么了？所以我认为会越来越清楚啦。那韩国的话是这样啦，中国大陆当然会有诱因，就是要拉拢韩国嘛，然后来对照日本啊。所以我认为，像这次他具有签10个协议，而且韩国的很多企业也跟中国的企业对口啊，也跟中国政府对口可是没有错啦，因为韩国很希望立刻开放 K-pop 因为 K-pop 可以赚到蛮多钱的那尤其是公演那中国大陆显然就觉得不能一次都给你所以现在好像只开放什么围棋交流了那种那种赚不到大钱的可是习近平就跟他讲这冰冻30，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李在明是很勇敢的。韩国现在的民意90%是反中的，比我们台湾还要严重可是他因为韩国的企业很多产业都受到中国的冲击所以韩国人是有反感的。可是李在明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因为韩国大概本来有24%是出口到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有下降了。可是韩国不可能没有中国市场不然你经济怎么办？所以他是顶住国内反中的情绪去访问中国坦白讲，真的蛮勇敢的啦。你真的要对照赖清德啦一个人是在求生，另外一个在找死，就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日闹僵了，那中韩呢？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我想我们这样子来看，好吧？现在中日韩在整个的东北亚里面，正在一个新的力量正在形成转变中。尹锡悦的时候摆明就是日韩联手要对中，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势。尹锡悦下来以后，现在换了李在明。李在明呢，我们刚刚才提到，这是一个蛮可敬的政治人物。该冲的时候，你看，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他就往国会里面冲。那当时抗议尹锡悦的这个司法压迫他就可以及时的，真的是用生命来搏自己的一个意志。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战斗性格的人，却在当上的总统之后，他的做法是非常务实的选择。所以今天呢，韩国很清楚的一件事，他跟中国的结合比跟日本的结合获得利益会更大，因为两边的互补性很高，高到会把日本呢挤在一边，摆在一边。所以这个是日本今天高市早苗继续孤芳自赏那真的是这个是真的不是早苗了
会揠苗助长啊，这个是一个情境。第二个呢，中国现在对韩国的关系，虽然习近平的这一句话带有一种，哎呀，过去我们有问题，但是你要解决这问题，我愿意解决，但是需要时间，那你要拿出诚意来。所以这种期待值呢是蛮大的，就是说，那我就看你怎么做，我愿意来换着这一件事。那相对的，今天中国大陆对日本是绝不松手，大家不要以为多大的压力，那才刚开始而已。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攻击箱啊，应该远比日本想象中来得多。日本人犯了一个最大的历史错误，一直还以为那是1895年的中国，甚至还以为是1931年的中国。我觉得相当多日本人还有那样的想法。日本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整个的企业的兴起，日本扮演很重要的功劳啊，包含借款，包含这个援助，包含了企业，包含当时的合资，那等等，你们能起来是靠我日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一直不认为中国大陆真正站起来了。在我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日本人看到中国的成就，开始的骗人的吧，那最后的一句话说真的啊，每一项都如此。就以高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怎么阅兵也是假的？对啊，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没有？那他说啊，真的啊，人工智能，以前机械臂最多的就是日本嘛，日美不可能了。你看怎么可能？所以日本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假如不认知清楚，中韩联手会被摆在一边，中日韩联手，整个的亚洲的格局会改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限韩令有解了吗？我们请教聂老师。好，我先还是一样分析一下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非常惟妙惟肖，一个国体这么大，另外两个呢，当然这个隔壁那又比较小。但我要讲的是，你知道这三个国家其实都富含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叫中华文化了。这都经过中华文化洗礼。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深受传统中华文化洗礼的人，你大概会比较容易接受中华文化，会跟中国比较友好。最少我觉得李在明是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当然，日本就比较特别。日本呢，我们都知道，日本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文化里面吸收了唐朝唐文化，所以它的庙跟唐有关。那这个韩国呢是吸收了明文化嘛，所以它有非常多明的一些这个甚至穿着等等的明的这个影子。当然，它因为靠近这个东北，所以满清直的这个清朝的时候，又跟朝鲜多少有些关系。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三国关系你为什么会有的比较亲中，有的反中？当然，事后的教育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要讲就是。那当然，这三个国家因为这个曾经我们讲我们的中国呢，过去100年真的在满清的后半段的时候，真的是走到了谷底。当然，其实还不止在我想这个抗战2战之后啊，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其实有30年，大概从1949到79，其实也非常弱化。从这个人民公社这个大跃进开始，在这个整个过程，从那